他虽然是我的梦中情人，却无法与我现任妻子的妩媚所媲美。可悲的是，年轻漂亮的伊卡莎竟嫁给了年长自己20多岁的侯爵，成为贵族社交场合的熟面孔。在一次聚会上，侯爵将新任西班牙外交部长气度不凡的塞拉诺介绍给伊卡莎和他的家人。当塞拉诺提及伊卡莎的姐姐即将出版小说时，女人盛情邀请他出席新书的发布会，以彰显国家对文化的重视。可此时男人的助理却传来了客人见面的消息，塞拉诺匆忙的离开，甚至连一句客套的话都没说，高傲的态度，这让伊卡莎顿时有所反感。随后女人气愤地来到刚谈完工作的塞拉诺面前，指责对方不尊重的态度。看到伊卡莎像小女生般生气，高傲的外交部长竟然笑了，并真诚地向对方表示歉意。同时两人交谈的场面也被女人的母亲看个正着。紧接着塞拉诺希望夫人参观他的私人藏馆，这不纯洁的邀请直接被女人拒绝了。可男人却仿佛找到了一次难得的猎艳对象。就在塞拉诺走后，母亲警告女儿不要与有权势的外交部长纠缠，但她表示自己的婚姻很幸福，不会因此而改变生活的。第二天清晨，电话铃声打断了早晨的平静，然而仆人接听时却无人应答。女人很快意识到可能是塞拉诺打来的，于是要求仆人赶快放下电话，而自己同样无法面对那充满磁性的言语。她本想坐下来缓解一下情绪，可在阅读当日的报纸时，塞拉诺英姿飒爽封面上的新闻再次激起了女人内心的荡漾。几日后，姐姐的新书发布会上，那个令自己心动男人的意外出现，令伊卡莎措手不及。他们在衣帽间独处，塞拉诺表达了对她的感情。Me acuesto todas las noches imaginándomela a mi lado. Me gustaría creer que usted también ha pensado en mí. 随后毫不犹豫吻了伊卡莎，尽管女人对此有所抗拒，但嘴上的拒绝却掩饰不了内心的悸动。男人想为伊卡莎留下一张写有地址的名片，可恢复理智的女人却让对方打消这种念头。等他离开之后，塞拉诺把那张名片悄悄地放到了女人悬挂的大衣中，殊不知这件外套并不是伊卡莎的，而是与她同来家教的衣服。这边设计师巴伦前来为女人定做礼服，作为男闺蜜的她仿佛察觉到了对方的心事，而伊卡莎则毫无保留地坦白了自己的忧虑。她脑海里总是抹不去塞诺斯的身影，甚至这种心动的感觉她从来没有遇到过。男闺蜜试图警告她不要陷入情感的泥潭，这样只会遭受无法自拔的境遇。有些事情是无法触碰的，否则一旦触及就会受到伤害。几句良言相告，不知此时女人的内心是否真正能让自己冷静下来。画面一转，一位高贵的女士从昂贵的轿车上走下来，其实她是外交部长塞拉诺的妻子西塔。她来到姐姐家做客，而姐姐的丈夫更是当地有名的独裁者戈麦斯。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不管西塔遭遇任何不开心的事，姐姐都会为她撑腰的。当晚，西塔希望和丈夫一同参加第二天的弥撒会，可直接被塞拉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了。无法宣泄情绪的女人只能打电话说给姐姐诉说委屈，而这个姐姐挂完电话后，却向丈夫开始埋怨塞拉诺的种种不是。第二天清晨，一座古老教堂内的庄严弥撒会吸引了众多尊贵的来宾。在优雅的前排座位上，塞拉诺不时转过头，目光落在伊卡莎身上，这一举动未逃过西塔姐姐的眼睛。随着会议的落幕，塞拉诺抓住了侯爵忙于道别的空隙，向伊卡莎表露心声，言语间流露出一种女性难以抗拒的表白。但伊卡莎淡然应对，认为塞拉诺想象过头了。随后，塞拉诺向侯爵提出晚宴邀约，强调希望伊卡莎能一起同行。到了午时，侯爵夫妇如约而至。管家的画作介绍期间，塞拉诺趁机私下向伊卡莎透露自己对真挚爱情的渴望，确信伊卡莎亦有相似的情感。他感叹，虽然身边不乏有人向他献殷勤，却无人能真正懂他。话音刚落，便亲吻了伊卡莎。女人轻声反驳，这是个误会，她已选定了自己的生活，不愿为了瞬间的情感冲动而失去家人和一切。分别之际，塞拉诺悄悄告诉伊卡莎，周五4点在威廉街道13号等她。与此同时，伯爵家的家庭教师奥利发现自己被迫参与一场交换游戏，英国人以他父亲在战场上的安全要挟他在暗中监视伊卡莎的一家。在照片中，他认出了参加签售会的塞拉诺，不得已地同意了这项交易。同时，奥利始终困惑口袋中的地址名片来源，直至周五伊卡莎与司机谈及该地址，他这才恍然大悟。而就在今天，怀着激动心情的伊卡莎故意将车停在大厦外一段距离，独自踏入与塞拉诺约定的地点。经保安询问后，他果断走进了公寓。不久，塞拉诺也走进了约定的房间，两颗寻求刺激的心在这一刻充分得到了释放。临别时，伊卡莎问及下次见面的时机，这对于男人来说，他无法等待太久。女人在塞拉诺的暗示下率先离开，而一颗精致的耳钉却遗留在了房间。
这边奥利按纸条上的地址到达现场，正巧看到伊卡莎从公寓里走出，他赶忙避开视线，紧接着塞拉诺也驱车离开。但正当汽车转弯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了整个街道，还好并没波及到塞拉诺的座驾，但远处的伊卡莎仿佛预感大事不好，他赶快跟随声音跑了过去。眼前惨不忍睹的景象让女人深深陷入自责之中。然而就在这时，一个记者恰巧拍到了他的身影。这边侯爵似乎察觉到妻子近期的异常行为，对孩子的关心也减少了。尽管如此，好友巴伦却认为伊卡莎经历了很多磨难，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紧接着，女人匆匆进了门，她尽量压抑一颗翻腾的心，试图忽视丈夫和巴伦的谈话，但侯爵迅速叫停了她。随后，男人去开展自己的工作，让她和巴伦谈谈。然而，她这个男闺蜜却意外发现伊卡莎的一只耳坠不见了。巴伦警告她，侯爵不是笨蛋，你现在正处于冒险之中。虽然伊卡莎依然心有余悸，但她坦白了与塞拉诺的事情，并表示那个心爱之人在她眼前炸死了。同时，女仆马蒂尔的男友终于找到了新工作。西班牙人民在长期内战中挣扎求生，他经常从主人家偷食物，以便更好地照顾男友。画面一转，塞拉诺和大舅哥戈麦斯在讨论二战时强调，我们必须选择站在一方，这将有助于西班牙跻身于世界新秩序中。然而他的观点遭到了大舅哥的强烈反对。这时，塞拉诺的大衣口袋里掉落了伊卡莎的耳坠，被眼尖的西塔姐姐看个正着。他立刻解释道，妻子已经寻找这只耳坠1个月了。随后，疲惫的塞拉诺回家后，西塔看到报纸的头条照片，只感觉这个女人看起来很熟悉，却不曾想起在哪里见过。为了打消妻子的疑虑，男人牵着妻子回到了卧室。突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是西塔的姐姐打来的。姐姐问他，仆人捡到一个耳坠，是你的吗？女人果断否认了，随后便挂断了电话。而姐姐却为西塔的生活充满了忧虑。此刻，一身疲惫的塞拉诺只渴望享受西塔的呵护。几天后，塞拉诺带着妻子参加了跨年晚会。西塔认出伊卡莎是报纸上的那位女士，而侯爵对此却一无所知。舞会开始，西塔被有人邀请跳舞，于是塞拉诺与伊卡莎也一同走进了舞池。伊卡莎责怪男人没有打个报平安的电话，塞拉诺则认为打电话并不安全，他必须确保每一步都不能有差错。接着继续说道，我每天都感到乏味，但每一分钟都在思念着你。伊卡莎的怒气顿时消散，他说那天我的耳坠掉了，塞拉诺告诉他已经收好了。然而他们优美的舞姿却成为了现场上最耀眼的一对，但引起了众人的窃窃私语。第二天，戈麦斯的妻子与丈夫讨论了此事，他说那个耳坠并不是我妹妹的，但戈麦斯回应说当然不是你妹妹的，大家都知道塞拉诺是个什么样的人。可妻子质疑道，难道你对他的行为视而不见吗？戈麦斯回应称，只要他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他事我不会过问的。这边塞拉诺的同僚也提醒他，不要轻易沉迷于爱情的漩涡，毕竟爱情能让人丧失理智，同样能使人变得冷漠无情。尤其是他已经有了一位女歌手，而且还有现任妻子，不应陷入更多麻烦。但塞诺斯回答说，我会在明白爱情的真谛后再考虑这个问题。随后，每当有空闲，他就和伊卡莎在爱河中共度时光。塞拉诺告诉他，你是唯一让我感觉到自由的人，即使世界所有人都想要我的命，但我仍旧不怕危险，渴望与你相见。伊卡莎提议，让我们去巴黎放松几天，假装去探望我那位好友巴伦。接着伊卡莎用炽热的眼神询问，你爱我吗？而塞拉诺则用一吻代替了他的答案。这边，作为收集情报的奥利来到英国大使馆，他偷听到了侯爵的一次谈话。阿方索13世让位给了他的儿子胡安，保皇派已经知情，但戈麦斯尚未知晓。英国大使交给奥利了一支枪，以备预防不测。与此同时，意大利派人邀请戈麦斯参与一次座谈，然而他却把这个棘手的任务交给了塞拉诺。临行前夜，男人为妻子处理好了公证事宜，并在瑞士银行以他的名义开设了一个账户，孩子们成为了直接受益人。塞拉诺抱起摇篮中的婴儿，又紧紧拥抱了妻子。他甚至不确定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深夜，他不由自主地给侯爵家打了电话。女仆接听后说是意大利打来的，伊卡莎急忙赶过来。这时侯爵也被吵醒，女人匆忙地挂断了电话，辩称是自己的姐姐因一些琐事打来的。次日，内心忧虑的女人给好友巴伦打电话，询问如果塞拉诺打电话是为了抛弃他，不想再见他，该怎么办？好友安慰他，作为外交部长的塞拉诺，现在是敏感的战争时期，你不应该再给他打电话，你的做法过于冒险。当一个人有了异常伴侣之后，就应该明白自己的处境，但你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巴伦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该向你说这些。你知道那些高贵的男人是如何获得他们今天的地位吗？因为他们只想着权力，权力高于一切友谊和爱情，最后唯一受伤的就是你。但女人却表示，现在什么都晚了，她不想像以前那样生活。
他只希望能重新为自己再活一次。挂完电话后，孩子们开心地冲进了房间，却看到伤心的妈妈正在哭泣。心情不悦的伊卡莎赶他们出去，并提醒他们以后进来要敲门。女仆人们不理解，夫人明明拥有一切，为何还有那么多痛苦的事让她流泪？与此同时，西塔的姐姐正向戈麦斯抱怨，媒体对塞拉诺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她丈夫。她指责丈夫赋予了外交部长过多的权力，但戈麦斯予以反驳，坚称他仅仅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此时，瓦雷拉将军来访，带来了阿方索13世去世的消息。得知情况的戈麦斯立刻命令密切监视保皇派的动向，并要求一份前往罗马参加葬礼的西班牙人名单，同时发布了一个媒体禁令，禁止刊登任何关于王室的消息。画面一转，伊卡莎的姐姐来到家里拜访，讨论起了身在意大利的塞拉诺。有传闻称他与女歌手孔莎关系密切，目击者声称他一抵达意大利就直奔孔莎住处，直到3小时后才离开。这些话传到伊卡莎耳中，让她心痛不已。因此，伊卡莎决定与塞拉诺断绝联系。不久后，侯爵带领家人前往圣塞巴蒂安避暑，还特地邀请了巴黎的设计师好友巴伦。男闺蜜询问伊卡莎关于塞拉诺的事情，得知两人已经结束了关系。男人为朋友果断地走出这一步而感到欣慰，但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德军入侵苏联的缘故，原本打算前往阿里坎特度假的塞拉诺，把目的地也定在了圣塞巴蒂安。因公务缠身，他决定让妻子西塔带着孩子先行。碰巧的是，来到度假村的西塔竟然偶然遇到了伊卡莎一家。女人向塞拉诺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西塔随后邀请他们参加周末的晚餐。然而就在周末当天，塞拉诺也准时抵达了庄园，大家共同讨论着动荡的时局。夜幕降临，孩子们拉着大人一起欣赏璀璨烟花。伊卡莎被塞拉诺拦截，询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女人表示她已经下定决心与对方断绝关系，坚持认为这种行为不妥。而塞拉诺根本不顾女人的感受，还尝试亲吻她，但这次被伊卡莎断然拒绝了。就在晚些时候，管家告诉女主人，塞拉诺的司机为伊卡莎送来了一份礼物。女人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书和一张字条。深夜，塞拉诺悄悄打开铁门，潜入庄园与伊卡莎相会。然而这一幕却被窗边的奥利看到了。凉亭中，塞拉诺表露了希望重新获得戈麦斯信任的愿望，请求伊卡莎帮忙找出与侯爵紧密相连的保皇派核心人物。此时，女人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只不过是男人手里的棋子。同时，侯爵房间里亮起了灯，伊卡莎只能急忙离开，但痴情的女人马上又折返回来，并向塞拉诺透露了2位将军的名字。这边，英国大使馆从线人那里得到了想要的消息，开始策划如何击败塞拉诺，同样承诺让奥利父亲免于战场，并送给他了一块新手表，作为效力国家而付出的贡献。不久，戈麦斯也听说了这个消息，指责塞拉诺与某上流社会女士有关联，但塞拉诺坚称这是谣言。戈麦斯警告他，若再有此类丑闻的传言，就废掉他外交部长的职位。愤怒的塞拉诺直奔英国大使馆，质问对方使用卑劣的手段，但遭到对方的否认。塞拉诺警告英国人，不想惹麻烦的话就赶快收手，可这无不是整垮对方的难得机会。这边，伊卡莎许久未得到塞拉诺消息，情不自禁的女人竟然把电话打到外交部，无奈部长正在开会，无法及时接听。而此时侯爵也意识到了妻子对他这2个月的冷淡表现，日子仿佛失去了往日的激情。但伊卡莎明确表示，自己的问题并非与丈夫相关。转眼来到1周以后，伊卡莎回到了马德里，她不断尝试联系塞拉诺，可就在终于接通电话时，男人却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了不耐烦。他奉劝伊卡莎，如果2人总是密切联系，可能会为双方带来麻烦，并约定明天下午2点见面。第2天，女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约定的地点，曾经的甜言蜜语在男人眼中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塞拉诺坦言，马德里到处都是关于他们的传言，连戈麦斯也有所耳闻。可伊卡莎坚称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因为她是如此深爱着对方。但塞拉诺此时却显得很害怕，他不想失去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而伊卡莎也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当女人想再次尝试靠近他时，这次塞拉诺却主动避开了。伊卡莎难以想象自己竟然被如此轻易抛弃。晚宴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侯爵身上，令他感到不安。侯爵的哥哥告诉他，到处都是关于塞拉诺和伊卡莎的丑闻，但侯爵坚称那是诽谤。他愤怒地离开现场。回到家后，他质问妻子和塞拉诺的关系，可女人却表示知道自己不够体贴，请丈夫不要纠结外面对她的诽谤。她感到自己总是遭人嫉妒，因为别人无法拥有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侯爵温柔地走到她身边，选择相信妻子的坦白，并用行动来抚慰妻子一颗委屈的心。在礼服店里，人们对伊卡莎议论纷纷，而恰巧在这里又碰到了西塔。交谈中得知，塞拉诺将独自前往柏林几天，
这让痴情的女人心中仿佛又燃起了希望。回家后，她向侯爵抱怨，表示受够了外面的风言风语，想带女仆去巴黎散心几天。侯爵没有怀疑，很安心地同意她的要求。转眼在巴黎的豪华客房里，塞拉诺突然出现，女人早已把男人铁石心肠的话抛在了脑后，两人四目相对。伊卡莎阻止了塞拉诺的话。夜深时，男人悄悄离开房间。当伊卡莎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枕头上放着那枚绿宝石耳坠，而塞拉诺却选择了不告而别。他突然意识到，也许这次分别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但意外的是，她竟然在这关键时期怀孕了。她嘱咐医生不要告诉侯爵，谎称要给他一个惊喜。而女人回到家就要迫不及待的假戏真做，可对一直体谅她的丈夫做这种事，难道心里不觉得太过分了吗？其实因为侯爵身体不适，已经和她分床了5个月，这次也不例外。眼看计划没有得逞，无奈的女人只能面对现实。转眼来到了跨年化妆晚会上，伊卡莎请求塞拉诺私下见面，说有重要事情要说。塞拉诺在花园里与她见面，告诉她只有10分钟时间。此时女人紧紧抱住了他，但遭到对方无情的推开。她告诉塞拉诺自己怀孕了，然而男人却质疑孩子的真实来历。¿Cómo puedes dudarlo? Yo te quiero, Ramón. Para. ¿Qué? Te quiero más que a nada en este mundo. Te quiero. 伊卡莎恳求塞拉诺提议一起离开西班牙，以追求他们真正的幸福。但塞拉诺反问他是否能放弃一切。En el juego hay reglas. Y no se pueden romper, son soles. Pues ya se han roto las reglas. Ya se han roto. Eso no cambia las cosas. No, no cambia nada. Lo siento. No,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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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Ramón, no. No. No, no, no. No te vayas. 伊卡莎听到对方的话，心痛欲绝。她被抛弃的体无完肤，被所谓爱情折磨得遍体鳞伤。随着晚宴钟声响起，大家都在庆祝新年的到来，而伊卡莎则拖着狼狈的身躯，缓缓走向舞会的中央。此时的她精神几近崩溃，妆容因泪水而模糊。众人目睹她如同小丑般的模样，她后悔未听从母亲和朋友的劝告。同时，远处的塞拉诺看到这一幕，则选择了冷眼旁观。最终，伊卡莎在伤心中昏倒在地，高官贵族纷纷向她聚拢，本要去看望她的西塔，却被丈夫无情地拦住了，带着妻子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此时，现场只有爱她的侯爵焦急地来到了伊卡莎的身旁。当女人醒来时，她要向丈夫坦白一切，但侯爵却告诉她，有些话再说出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永远不会对婚姻保持坦诚。之后，落寞的侯爵对仆人们宣布夫人怀孕的消息，吩咐大家好好照顾她。而安插的眼线奥利则把这重要消息告诉了英国大使，他们计划利用这个机会让塞拉诺一败涂地。转眼过了几天，女仆玛蒂尔德哭泣着找到伊卡莎，说男友因参与暗杀瓦雷拉将军的行动而被判死刑，但关键时刻她的男友并没有扣动扳机。伊卡莎答应帮忙求情，感激之下，玛蒂尔德透露了奥利藏枪的事情。当他们打开房门时，那个隐藏多年的女人早已悄然无息地离开了。此时，伊卡莎才恍然大悟，原来身边的一举一动全是被雇佣的家教出卖的。这边，德国战败后，狡猾的戈麦斯意识到偏向希特勒的瓦雷拉不再有用，决定将他撤职，重新启用塞拉诺。但男人主动提出了辞职。戈麦斯知道塞拉诺的价值，试图想尽办法挽留他，而塞拉诺要求免除刺杀瓦雷拉未遂者的死刑及马蒂尔德的男友。戈麦斯最终同意。另一方面，伊卡莎顺利生下一婴儿，他们给新生女孩取名为米尔。随着时间的流逝，转眼来到17年以后，在圣塞巴蒂安的海滩上，贵族和军官的孩子们在这里欢快地玩耍，他们是每年夏天来此避暑的常客。就在当天晚上，美丽的米尔走到罗娜身旁，问她为什么不加入其他孩子们的游戏，而罗娜反问米尔是否考虑过未来。他们在马德里总是无法相见，说着便深情地吻了米尔。可就在男孩送她回家时，两人在一起亲密的举动正好被女孩的母亲伊卡莎看到了。第二天，伊卡莎找到塞拉诺常打网球的地方，男人见状本想匆忙地躲开这里，却依然在出口处被伊卡莎拦下。塞拉诺告诉他，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想再单独见面，只希望过上平静的生活，不想被打扰。De Carmen precisamente quería hablar. Es con su padre con quien tienes que hablar de Carmen. Su padre eres tú. 本以为时间会冲淡彼此的过往，没想到塞拉诺依然冷酷无情。又过了几天，
伊卡莎发现了罗娜写给女儿的情书，于是只能再次约见那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告诉塞拉诺，你的那个儿子和我女儿过于亲密，但塞拉诺反驳说，孩子们从小就认识，不要因此太过于敏感了。伊卡莎提议让罗娜出国读书，但塞拉诺表示他儿子已经完成了学业，建议伊卡莎把他的女儿送出国。女人急切地表示，米尔才17岁，还没完成高中学业，况且他是我们2个人的孩子，难道你就没有一丝丝怜悯吗？可塞拉诺淡漠地回应说，他根本不在乎，但知道罗娜不是那种随便恋爱的人。画面一转，2个小青年来到海边，男孩希望与米尔更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关系，但米尔坚持这样会背叛他的父母，提出他们唯一能在一起的方式就是结婚。罗娜提出结婚的想法，女孩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决定准备好后再告诉父母这个消息。第二天一早，罗娜就去教堂向神父申请了结婚洗礼证书，同时米尔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自己的事宜。他请来了母亲的设计师朋友巴伦，为他设计一件婚纱，并无意中提及新郎就是塞拉诺的儿子罗纳，这让巴伦很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急忙把这情况告诉伊卡莎。而来做弥撒的西塔姐姐也从神父那里得知了外甥要结婚的消息，她立刻打电话质问妹妹为何没有通知她这么大的事。西塔解释说一定是误会。随后罗娜向父母坦白了他们的计划，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西塔痛苦地对丈夫说，她一生都在煎熬中度过，尽力让孩子们在幸福的家庭中成长，但这次绝不会让儿子因为塞拉诺的过错而葬送自己的人生。这边伊卡莎和丈夫商量着将女儿送到瑞士学习1年，但遭到米尔坚决反对。女孩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送她走。深夜，她痛苦着跑到罗娜的窗口，哭泣地敲击着对方的玻璃。同时无法睡眠的西塔恰巧看到2人手牵手离开的场景，他无法压抑怒火，忍不住穿上衣服准备去找伊卡莎，要求她管教女儿，但是急忙被塞拉诺拦住了，提醒说如果这样做，孩子们可能会知道那个秘密。而另一边，罗娜建议女孩保持冷静，她计划下周让她的父母前去侯爵家提亲。在星光映照的夜晚，2颗纯净的心紧密相连，他们为了爱彼此拥抱。第二天，侯爵本想以女儿年龄尚小为由来拒绝这场婚姻，但伊卡莎坚决想把女儿送出国，母女之间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侯爵只能把他们先拉开，感觉自己的女儿如此态度坚定，于是同丈夫商议后决定揭露那个长久以来的秘密。此时侯爵深情地问伊卡莎，这么多年你是否对我有过爱？伊卡莎坦诚地回应，她过去爱他，现在仍然爱着。侯爵继续追问，爱情有许多层次， Para mí solo ha habido dos, y una ya es pasado. 画面一转，伊卡莎再次找到塞拉诺，她打算向女儿坦白一切，可男人为此却强烈反对。伊卡莎认为他一生都为自己着想，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对于真正在乎你的人来说，塞拉诺就是一个懦夫。最终他们商量，伊卡莎的作家姐姐向米尔透露这一秘密。随后米尔来到客厅，在面对家人的沉重气氛时，他感到一丝不安。姐姐关上房门，向他揭露了被隐藏了17年的真相。米尔无法接受这个震惊的消息，尽管姨母试图让他理解母亲的苦衷，但对母亲无耻的做法，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而屋外的伊卡莎同样感到极度痛苦，无法掩饰眼中的泪水，这是他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错误。不久后，米尔突然消失不见了。此时，罗娜却来到家里寻找米尔，最后在他们一同许下诺言的悬崖，发现了正要准备结束生命的女孩。罗娜慢慢地靠近他，就在米尔转身要跳下去时，罗娜及时将他拉了回来。夜晚，男孩回到家后，开始质问自己的母亲是否早就知道这一切，而母亲则没有正面回答他。同时，塞拉诺也在躲避话题，只是希望他回家后安心找一份工作，时间会渐渐淡忘一切。但罗娜对父亲的话感到极度失望。No se puede vivir así. 第二天，伤心欲绝的女孩决定去往修道院生活，并且与年迈的父亲告别。对于米尔来说，父亲是唯一值得他爱和尊重的人。伊卡莎把女儿送到了修道院附近，她试图努力挽留米尔，坚称他的人生还有很多时间，他们可以再好好谈谈。但女孩却认为，整整过去了17年，可你却没有勇气坦诚真相，再多的言语只会加深对米尔的伤害。她只能满含泪水，目送女儿离她远去。此时，这部真实改编的迷你剧即将进入尾声，塞拉诺逐渐与大舅哥戈麦斯疏远，从而支持自由派思想。后期他投身法律界，成为了一名律师，并于2003年在马德里安详离世，活到了101岁，让人叹为观止的高寿。而作为痴情的伊卡莎，于1996年辞世，享年82岁。她的丈夫则早她24年离开。同时，米尔结束了他在修道院的隐居生活，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非洲。当他归国后，有了这次经历，他很容易地踏入了政界。在70年代，米尔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对过渡时期西班
班牙的许多重要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于1999年去世，生命定格在55岁。一生未婚的他，在临终前才首次与父亲塞拉诺相见。这段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恋情，在2016年被改编成电视剧，从而引起西班牙巨大的轰动。剧情虽让人瞠目结舌，但真实的事件比小说更加无法直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阻止了一场有悖道德的婚恋，也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这段难以言说的爱情，在现实世界中难以令人理解和接受，只有公开坦诚的爱情才能带给人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好了，我是阿涛，感谢您的支持，下期接着讲。